500年前，神魔大战，天梯崩碎，凝聚诸神之力的太和神君左手遗落凡间，失去原生天神之力的他迷失于虚空，无法醒来，神界因此衰弱，众神相继陨落，人间自此与神界隔绝，只余人族与有狐战为2大先祖，驻留凡世。我叫姬檀英，世人也唤我无双神女。1000年前依靠教术飞升神界，作为神手的制造者，我往凡间寻找神手，奈何天梯崩碎，2界通道被毁。我途经沉浮之海时，受到重创，九死一生之下，受困于巫山。醒来后，得知有狐一族出了一位精彩艳绝的少年。我猜测神手很可能在他手里，便赶往平湖战场。那少年的确是神手的新任宿主，只是他还不能完全掌控神手的力量。一击之下，他险些将整座平湖打穿。为了救人，我接了他半招，自己也身受重伤，随一半的平湖沉入大海。韩英，你要去方外山取回神之左手。那有狐族大祭司是个残暴之人，不配当神手的宿主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如今，人族依附有狐一族，历年朝奉，供财宝少女入方外仙山为奴为婢，而这也是我入山的最好时机。人族来使沈英恭迎有狐仙长，又逢3月初9，人族依例而来朝觐有狐仙祖，进献贡品，举荐我族优秀少女入仙山为婢。此山名为方外，因仙居而生灵，不可亵渎。沈英拜见方外山灵。你为何不拜？
山林无需我拜。你能与山沟通？方外有灵，能明众生心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姬檀英。山路雾重，便以我这盏灯为你照明吧。多谢。此乃仙灯，落地则灭，灯灭，你便入不了山。水之母，有气司有水，故藏于河，造者一深；藏于坦，夷者一浅。经曰：五行气行，物因有生。尊驾坐下，乃是我为东主所选之阴宅，能否劳烦尊驾挪挪位置？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哪儿啊？这里是方外山。这，敢在方外山上选阴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明明是要去的是奇观山呐，一场风雨怎么来到这方外山了？多谢尊驾告知。请问尊驾可是这方外山上的仙人？算是吧。哎呦，难怪，我观尊驾面相尊贵，乃是大富大贵的命格，这一生必定身体康健，万事顺遂，子孙承欢，得享人间至好极乐呀！我？对呀，身体康健，万事顺遂。对呀，你看啊，离为火，则山咸，火天大有，风雷大壮，崛起之象，好卦呀！你很快就遇见你的命中贵人，对方来历不凡，富贵无比。只要你遇见他，你会余生顺遂，再无灾祸呀！哎呀，身体康健啊，对，万事顺遂。是啊，在下向来十卦九不准，今天这是最后一卦了。尊驾信我，一定准的。尊驾信我，一定准的。灯笼很重吗？要不要我帮你啊？不用。此乃仙灯，落地则灭，灯灭，你便入不了山。竟然有辰时。反正都是上山的路，随便选一条就是，何必在此徘徊？你是居于此山的仙人？是。那你为何不给我直接指条路，而要我自己选择？我不知你的身份，也不知你要去往何处，
如何为你指路？我是人族送来这里参选的侍女，来自平州，要去方外山山门。哦，参选的侍女，叫什么名字？既不知你的身份，怎么知道你说的话是真是假？又怎能轻易放你上山呢？那条路是错的，这条也未必对。你是人族将师，与你何干？只是好奇，将师身份尊贵，怎么会心甘情愿到方外山来做一个婢女？我自幼崇拜有狐族大祭司，愿意终身侍奉于他，不行吗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来，我带你上山。山间雾大，小心走路。好了，前面就到了。谢了。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你也没告诉我你的名字。可我帮了你啊，你这可不是谢人的态度。这是什么？好运蛋，这是我做的，能给你带来好运。这么神奇啊！你要服侍大祭司啊，他可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。平安喜乐，万事顺遂。时辰已到，都进去吧。仙长留步，可否通融一下？还有一个人为……物归原主，感谢仙长赐灯。有两下子，走吧。族中结界阵法颇多，其中不乏强攻克敌之用。若无引领，切莫乱走，免得丢了小命。谢仙长提点。方外仙山共有9座高大山峰，另有名山300，所居者多为本族长老。那是天曲峰，乃我族丁须长老的居所。丁须长老是我族族长，人虽慈悲仁善，但天曲峰却是禁地。沈某都记在心上了。那座金霞殿是唐华公子的居所。唐华公子是我族战部统帅，常与各族往来。过了这里，前面便是小香峰。你们须得先入小香峰修习课业，待课业期满，各山主事才会前来选士。请问仙长，那座高不见顶的山峰是何处？那是玉泉峰，大祭司的居所。见过圣香执事，他们便交于你了。放心，婢子定会教导好他们。我是小香峰的教习之代，负责你们接下来的课业，总揽一切事务，也决定了你们的去留。
带我们来的沈英管事就这么走了？我准你开口了吗？我知道，你们大多数出身显贵，身世不凡。但是这些，在这里都百无一用。你们来这里是做侍女的，是服侍他人的下人。记住这一点，守好自己的本分。规矩我日后会一一教给你们。现在5人1屋，自行选择。此中为令，钟响集合。平安喜乐，万事顺遂。平安喜乐，万事顺遂。平安喜乐，万事顺遂。交代你的事都办妥了吗？我办事儿，你放心。喝药吧。不喝。不喝也罢，早死早解脱，到时我也好再择新主。不喝啊？不喝我到了。你是我的欺凌，我死了你也别想活。再做新主，做梦去吧。哪儿来的？别人送的。谁？这山上还有人送你东西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个人族的女子，来自平州。你今日私自下山，丁旭知道，怕是要气疯了。这山上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事吗？你去帮我找一下这批人族侍女的名册。你要这个干嘛？无聊，打发时间，做一个废人该做的事。哦。那位支代教习看起来很难相处的样子。谁叫人家是教习呢？咱们来到这儿就只有听差遣的份儿。你们有没有想好跟随服侍哪位仙长啊？我听说那个唐华公子仙法精深，对人族也很是和善。各峰的仙长性格不同，喜好不同，他们修炼的风格也有所不同。只要我们投其所好，留下来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。丽瑶，你呢？我还没想好呢。那你们了解有狐族大祭司吗？你想追随大祭司？这玉泉峰可是最难上的，听说已经有很多年没选过侍女入殿了。为什么呀？那你们知道他喜好什么吗？都说有狐族大祭司是这世间最后一位神灵，神的想法，凡人如何能知晓啊？如果要猜的话，我猜那位大祭司应该喜欢杀人吧？杀人！平湖一战，血流成海，尸积如山，死的可不全是战鬼人。支代教习说以钟为令，咱们快些过去吧。这些是给你们的，你们1人1支，戴在左手上。你为何不戴？这似乎是一支法器。我在问你，你为何不戴？这是一支禁锢人的法器。姬檀音，他好像是个将士。都说人族将士手艺精湛，你说他能不能把这个给拆下来？这天曲峰的人怎么还不来呀？天曲峰执事圣香，拜见大祭司。你说什么？你看这镯子，以不老金制成，天生无相，不限于形，可大可小，能开能合。上面有阴阳鱼纹，配以太极子午图，有眉有目，有形有藏。
这明显是一支禁锢人的法器。虽然这做工粗糙了些，技法并不高明，但与玄坛真君的缚龙锁和不老婆婆的浴火钳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两仪定身镯乃是仙家法宝，凡入山的人族人手一只，用以约束行止，拘束行踪。拘束行踪。你们也不必心怀不满，认为带上此物便成了池鱼龙鸟，不得自由。方外山乃仙家居所，山中不得踏足的禁地颇多，而山中仙长们的性格风流跌宕，没有时间整日看管你们。有了这两仪定身镯，便能知道哪儿能去，哪儿不能去，以免行差踏错，误了自己。那如果不慎走错路，误入禁地，这只镯子会如何提醒我们？你试试便知道了。方外山从不缺人，你要不想待在这儿，趁早离开。大祭司，有话说吧。主要向大祭司禀告一下人族势必上山参选一事。那是你的事。承蒙大祭司信任。还有事吗？那就没有了。那退下吧。是。瞧我这记性，还有一事险些忘了。刚刚丁虚长老托我问一句，大祭司今日下山了。下山做什么？钓鱼。钓鱼？对啊，就养在后厨，你要去看看吗？不用了，大祭司真是好兴致啊。我今日课业已毕，闲来无事，四处走走。怎么，有问题吗？自然没有。大祭司乃半神之身，何等尊贵，四海之物皆为供奉您而存在，自然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只是，丁虚长老说，大祭司身体不好，又有神气在身，不宜走动太远。另外，丁虚长老还说，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祭司手虚凝气，沟通天地，以往10日一次天曲峰炼神，改为5日一次，还望大祭司记着，莫要耽搁。那圣香，退下吧。他们真听话，跟你想的一模一样。他也和神手完美结合，以他凡间生灵的体质，取手等同取命。可我不能心软，寒女姐姐说他是个残暴之徒，神手在他手里，只会给世人造成更大的灾难。平安喜乐，万事顺遂，平安喜乐。三五成，日月聚，出迢迢，入冥冥，气行奸邪，合鬼敢当，三魂结草，六魄入体，邪神当诛，破！尔等想要常伴仙长左右，须得从其令，务其劳，录其事。侍奉仙长们的日常起居，能书一手好字，便尤为重要。开始吧。都说有狐大祭司言谈日益，喜怒无常。若是有人触犯了他的忌讳，动则杀人。一会儿进了殿，你们都要默不作声，
是。寿香执事说，大祭司每晚要饮100桶酒。这酒是送给大祭司的，再不送去人头可不保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哎，神明保佑，让我入选金霞殿。我真的不想死。六角殿大祭司残暴无道，欺世人和，喜欢年轻貌美的女子。我真的不想死。只见大祭司一掌下去，整个平湖仙州立时坍塌。仙州上的飞禽鸟兽尽皆成土，战鬼一族无一逃生。那战鬼族族长拖着一口气不肯死，大祭司走上前去，一把扯住对方的脑袋，张嘴便是一口咬下。我让你们练字，你在干什么？太医，太医，龙伯，太医，你可见到那得了神手的有狐族小儿了吗？见到了。如何？跟韩女姐姐说的一样，是个残暴之人，对外杀人无数，对内奴役族群，是个该死之人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之前还担心你会心软呢。放心吧，龙伯，我不会心软。那你准备何时动手啊？明日是3月19，玄圣万物，99归一，天道以久为至。我喜欢这个数字。对方是神手的宿主，只怕不好相与。在凡间勿要过度使用法力，轻则法源受损，气血翻滚；重则神魂重伤，修行尽毁。这你一定要记好。放心吧，我有降术傍身，还会一些武技，不必事事依靠神力。何况神手是我所造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哎，对了，之前你说要去方外山找一少年，他是你的信徒之一，可曾找到？当年他救我时，还是一只灵狐，那半块玉牌也被他带走。如今，不知他在哪里。时光流转，他早已长大，样貌也发生了改变，应该没有那么好找。你是降造之神，信徒无数，为何偏偏要去找这么一个？他不一样。不过请龙伯放心，我不会因私废公。知代教习，你已离家40载，难道就不想念自己的家人吗？你父亲年近90，人生70古来稀，你想，他还有多长时间？代少主，请借一步说话。我父亲，他如何了？城主年纪大了，这2年更是病得厉害。我离开的时候，已经下不来榻了，所以小人才自作主张，擅自来见您。可小人今日见您，您与那些被有狐族教条管制的我族侍女，也没什么区别。你想说什么？神鹰斗胆，恳请代少主下山，重返兖都，献出您返老还童、永葆青春之法，为老城主，也为我人族的前程续命。谭嫣，
在房间呢。你吃饭了吗？饿不饿？我们带了点心回来，你快尝一个。就你好心，人家可是打通了织带教习的门路，可以不用练习，躲在这儿偷懒，还能饿着。你快尝尝，好吃吗？这是我做的。我们下午在厨房练习厨艺，厨房的材料都是极好的，做出来的口味自然也差不了。你多吃些，谢谢。你们知道吗？今天是有狐族的白衣节。白衣节？那是什么节？就是有狐族祭奠鬼神、叩拜先祖的日子。有狐族本就是神灵，还用祭拜鬼神？他们哪里算什么神灵啊？有狐族和我们人族一样，都是凡间生灵。哎，你们说这世间当真有鬼怪吗？当然有了，我还见过呢。那个时候我还小，我记得有一年中元节的时候，我父母带我出去，不小心走散了，我就边哭边找，不知道怎么就到了湖边，蹲在湖边就喊爹娘，突然听见我娘答应我了。我顺着声音看过去，湖里面有一大段头发，还有一张煞白的脸，那张脸就像被缝衣针缝过那样，满脸都是裂痕，就这样还冲我摆手，叫我的名字呢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跑了呀。后来还是听邻家的老人说，我这是遇见冯姨娘了。冯姨娘？这冯姨娘就是水鬼，他们自己不小心落水之后，尸体被鱼虾啃食，尸骨无存，不得超生。他们为了解脱，就会引路人落水，去对方和自己相似的器官，再缝一个新的身体出来。你们别说了，把谭音都吓到了。我不怕。织带教习着人去给圣香执事送茶点，你们谁去啊？没人去也行，那我自己去了。哎，那冯姨娘，等一下，我去。今天是有狐族的白衣节，就跟咱们人族的中元节一样。却见水里有一大团头发，头发里有一张煞白的脸，满脸都是裂痕，像是用缝衣针缝起来一样。喂，是你啊？我没打算今天见你啊。真巧，我也不是故意来见你的。你们这批人族的侍女不是住在小香峰吗？为何跟着我？顺路啊。你知道我去哪儿就顺路。反正都是同一个方向。你是不是怕走夜路？当然不是，那是怕鬼。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。这世上有神，怎么就没有鬼呢？那是因为神魔大战之后，太和神君以原生之力镇压魔族，魔君已死，这世上一切邪烟皆尽消散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白衣节。我们有狐一族，没有墓地，人死之后炼化成灰，倒在桃树下，化作春泥，滋养桃木。所以我们认为每一片桃花都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，每一片桃花也都是我们的血脉至亲。我来祭拜先人，你来做什么？
还说不害怕？你不懂，我不是害怕，我是不喜欢这种氛围。啊！还说不怕？给我好好的搜。是。巡查发现，有人在后山行诅咒之术，说是穿着我小香风侍女的服饰。今天我们就好好看一看，是谁心怀鬼胎，自寻死路。仔细搜。是。教习，并没有发现什么。事情有。谭嫣，我的东西是被你拿走了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我的包袱。我没有拿过。你包袱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吗？若是有，你可以向教习陈情，请他帮你寻找。赤翼将军。擒住他！主帅，赤翼将军中毒，速去通报。任何人见了他，自保为主。若有余力，将其擒下。是。怎么了？有动静了。赤翼？他不是赤翼。你说他不是赤翼，什么意思？他大闹金霞殿。伤了不少族人，像被人操控了。狗东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们在玩什么花样？可惜一击不中，今天又杀不了你了。我来取你的命，你们所有人的命！别着急，这才刚刚开始。袁仲，我们还会再回来的。赤翼，这莫非是战鬼人的降临之术？快去天雪峰找丁旭长老。是。
雪落上了那段，赴一场豪杰，一寸偿还，谁又能不管？目光一点蔚蓝，谁知我浮生冷暖？若相守难算，情终不堪，用余生风华。跌落于人间，辗转过云川，在你一声苍，便是靠岸。若誓言之间，再执念一眼，不舍一句告别。眼泪流一针，思念落一半，是镜中花，水中月。千载长夜，朝暮相思流转。跌落于人间，辗转过云川，在你一声苍，便是靠岸。月落于枕畔，微光中阑珊，心又如何释然？眼泪两一盏，思念落一半，是镜中花，水中月。孤看难眠，宿命难解。